好，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追金流课程的讲师，我叫小杜。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免责声明的部分。本团队仅提供教学与技术指导，学员依据本教学内容所制作之报告、分析或任何成果，仅为其个人观点或作业成果，并不代表本团队或笨钱社群之立场或意见。该等成果亦不具备任何法律、财务或投资上之证明效力。本团队对学员所产出之内容不负任何责任，亦不对其正确性、完整性或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漠视之保证。那在今天正式课程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先来看一下这个 JM 的这个工具。我们的追金流呢，全部都会利用到 JM， 就是这个 JCA Monitor 的这个 JCA Verify。来追我们的金流，那它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JCA Monitor 吧。好，反正就是简称 JM。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怎么做注册。首先呢，大家要先进入这个 JCA 的这个 JM 的首页，JM 的首页。好，进去之后。你们会看到这个界面，点右上角这里有一个注册登入。那因为大家如果都还没注册的话，点下去就会出现这个，它会出现会员登入嘛。那你可以利用下面什么 Google、Facebook、Line 或者小狐狸钱包做登入，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去注册别的账号，也可以。好，点下去随便选一个，看你喜欢哪一个。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直接登录了，对不对？如果你是选 Google 账号的话，选完账号之后就会直接登录。然后呢，把页面往下拉，会看到一个方案与价格，选择右边这个输入序号的地方，输入序号。然后呢，在这边下面这个兑换序号去输入这个邀请码，邀请码是这个。好，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账号的话，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办。那如果有账号的话呢，就是大家再听一下。OK， 那大家记得这个购买人资讯的名字跟姓氏这边要记得填。好，那填完之后呢，按这个兑换，它就会回到这个页面。那我们点启动 JM， 它就会开始算时间了。那跟大家讲一下，它时间是可以使用480分钟，然后呢，使用期限是1个月。等于是说，这1个月内你要把480分钟用完，不然就是说，480分钟在1个月内没有用完的话，它就一样账号会失效，就是这480分钟会直接不见。好，那注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时数怎么做查询。这边看一下，回到首页的部分，这边有一个人头，对不对？点下去，点个人页面。它就会出现这个，然后这边就会有剩余多少分钟。然后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追完金流，记得去把它做关闭，因为它会一直算时间。那虽然说它5分钟就会自动登出，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要使用的话，就尽量有一个习惯动作去把它关掉。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正在追金流的话，5分钟之内要记得储存一次。就是做一个随时存档的好习惯，才不会避免说，做到一半，然后去上个厕所，回来档案就不见了，这样。好，那进入到我们追金流课程，我们今天金流课程最主要讲的有4大部分，第一个是目的跟核心概念，再来是我们今天追金流会需要哪一些资料，还有我们如何在10分钟内就判断这个金流是不是属于诈骗，有没有诈骗的样态？再来最后就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去学习的、最需要练习的，就是生成报告书，如何制作一份完整正式的报告书，让受害者去报案，或者是说让受害者信服。好，这是我们今天追金流课程的4大重点。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目的与核心概念。我们今天追金流的目的呢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追金流最重要的重点是，我要帮受害者把钱追回来还给他。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大家仔细想想，我们今天
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诈骗集团收到你的钱之后，他会把钱一直留在自己身上吗？他会一直骗你，一直骗你，然后让你投个100-200万，然后嘞，你找得到他的时候，发现100-200万还在他身上。大家觉得会有这个状况吗？就是你投多少钱给他，他骗你多少钱，然后这些钱都留在他身上，其实不会，他没有那么笨嘛，他一定是马上把钱都转出去，分散掉啊，然后分给其他人投进，或是把钱转移走，转到海外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很难把钱追回来还给受害者。所以其实我们追金流最主要的目的是阻挡2次大的诈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很多时候，受害者一开始遇到诈骗集团，他会有很多话术要你把钱投进去嘛。一开始可能说好，你先小额试水温，你可能投个几万块。像我们这张图，它就是先投入10万块嘛。后来诈骗集团就跟他说，哦，我有更高的投资标的，有更高收益的，那你要不要再投多一点钱进去？你这个时候就会犹豫啊，可是我已经投10万块了，然后过程中可能说诈骗集团会让你提领一点钱，可能投个领个3-4千出来，让你去信服他，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他再跟你说，这个更高收益的投资标的，只要半个月就会回本，而且还会翻倍赚。然后名额已经快没有了，就剩1个而已，你要不要赶快把钱投进来？如果被抢走就没有，你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心动嘛，会觉得说，我这样我会错过暴富的机会啊，所以我要赶快追车，对不对？那就甚至他就会觉得我现在身上没有那100万怎么办？那我就会只能去贷款啊，或去当铺啊，或是跟家人借钱啊，然后或是把东西卖掉。结果呢，他就把钱投进去。那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开始说，你看到账面上真的赚钱了，赚到200-300万、300-400万，甚至更多。结果你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领不出来。客服跟你说，因为你有贷款啊，你的信用评分太低啊，或者说，你的什么还款能力还不出来啊，不敢把钱给你啊什么的，等等，或者是你要缴税金啊，你赚太多了，你要被抽5%的税啊，而且要一次缴啊，不能内扣什么的。很多理由就会出来，为了是什么？不让你提领嘛。那其实你账户里面真的有那一些钱吗？你真的有赚那么多钱吗？这根本没有。那这些话术呢，就只是诈骗集团希望你再投入更多的钱。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追金流？我们需要学习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呢？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阻挡这个第2次、第3次的大额诈骗。我们只要会追金流。今天不管是你会追金流，还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需要追金流，那你只要会这个能力，你就可以马上去帮他追金流。然后追出来之后，只要一有诈骗样态，你就可以马上阻止他，或是阻止你自己再去做其他的投入。因为为什么？只要一追金流，你发现这个看起来很可疑，它的金流很可疑，有诈骗样态，那你根本就不会投入其他的钱进去嘛。甚至是说你一开始你还没投入，但是你有其他的地址资讯，就是钱包地址的资讯，那你就可以开始去追金流，去看说，他这个钱包有没有很可疑，有没有像诈骗。然后呢，你一发现，这个钱包的金流很可疑啊，它有诈骗的风险，那你甚至连第一笔小额都不会投入，那你根本不用说后面的大额你会投入。那如果你一开始投了怎么办？你一看到有诈骗样态出现，你就不会把后面的钱投进去，对吧？那今天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会追金流，或者是你会追金流，你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去阻挡更多的大额诈骗出现。那可能也会有人想说，那我们最主要目的是阻挡2次大的诈骗，那真的钱都是追不回来的吗？其实我们还是有案例把钱追回来的。像是之前如果有听过棒的直播的话，他是说有追回200多万，现在在法院等钱下来嘛。那其实是追得到的，包含我们后面给的作业范例也是同一位受害者他的就是有追回来的钱的那个作业范例。那为什么钱追得回来？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够及时，他今天
钱一转出去之后，他就发现好像不对劲，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诈骗集团，他又傻傻的，他没有把钱拆得很散，他是直接进可以调证的交易所。什么叫可以调证的交易所？就是你们所有那些 OK 叉、币币、币安需要 KYC 的，这些都是可以调证的交易所，查得到个人资料的。那他就可以透过交易所，请交易所调证，把人抓出来，然后去把钱追回来。是真的追得回来，只是说你要够及时。再来是说你的金额要有一定的数量，因为钱太少的话，他们去做这些动作其实是很耗成本的。那很多时候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帮你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说第一部分是够及时嘛，第二是金额要有一定的数量。好，所以并不是说钱真的完全追不回来，只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是阻挡后面的大额诈骗。那我们知道说，全追回来还是只有一部分吗？好像是全部追回来了，全部追回来，只是说因为他那一件案例的方式，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接报警，然后后来是直接请 Taser， 就是泰达公司把那一笔钱的 U 全部销毁。就是每一个加密货币它是不是都会有它的代码，就是每一个 U 都会有它的代码。Taser 是直接把它的那些代码受骗的全部销毁掉，然后再创一组新的去还给受害者，但是好像会收取一些费用。我记得是这样，但是是全部有追回来的。OK， 好，那我们知道目的是阻挡2次大额诈骗大于把钱追回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进入到追金流核心的概念。追金流核心的概念不外乎就是2个，第一个是追钱，第二个是追人。那这2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往下看。追钱的话，意思就是说刚开始我们都会从金流开始追，金流就是钱，然后开始追。那追到资金混洗之后，找不到金流才开始追人。意思就是说，今天举个例子，好，我们今天有 A、B、C 3个人，然后呢 ，B 身上原本有2000块，好，然后 A 把1000块转给 B， 现在 B 身上是不是有3000块？好，那这个时候 B 再把3000块全部转给 C， 那现在 B 身上没钱了嘛？那现在 A 的1000块在谁身上？C， 对吧 ？C 1000块 ，A 的1000块在 C 身上，为什么？因为 B 身上没有钱了，所以1000块一定在 C 身上。这个时候代表金流还追得到，钱你还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在谁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追金流，追钱。那什么时候我们改追人呢？就是资金混洗的时候。什么是资金混洗？同一个例子，一样 B 有2000块 ，A 转了1000块给 B，B 现在身上有3000块了。然后呢，他再把2000块，其中的2000块转给 C， 那这个时候 A 身上的1000块是在 B 身上还是在 C 身上？B 身上吗？那有没有一个可能 ，B 身上的1000块是他原本的1000块，是他自己的1000块，然后他的 A 的1000块混在2000块里面转给 C？有可能，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确定说，那 A 的1000块到底在 B 身上还是 C 身上？那在没有办法确定的状况下，我们就会称它是资金混洗。B 钱包已经资金混洗了，没有办法继续追钱了，那我们就会改成追人。所以资金混洗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追查它的初始手续费、多次初始手续费跟这些手续费的主要来源跟交易对象。那如果说，我们有透过追人的方式追到中心化交易所，那就可以把这些交易所的使用者列入调证对象。那调证对象的话，我们要怎么调证？这个要请司法单位，就是说你还是要报警，还是要请受害者报警。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跟交易所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人的 KYC 资料？
这个没办法，一定要透过司法单位才可以做这件事情。OK， 那我们知道说追金流的目的跟核心概念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追金流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资讯跟资料。首先，第一个就是受害者受骗过程的简述。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个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因为受害者在跟你说他的过程简述的时候，甚至他在对你发问的时候，他还没把钱投进去。那你看到这样子的过程简述，你就可以很明确的判断说这个是不是诈骗。如果是诈骗，你就直接阻止他，跟他说这是诈骗，千万不要投钱给他，千万不要把钱存进去这个投资的平台里面。好，这是其中一个最一开始第一步骤，直接利用过程简述去判断是不是诈骗。第二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追金流会发现说，今天受害者他提供给我的钱包地址，他说是他自己的，可是为什么上面已经被标记成诈骗，被系统标记诈骗了？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有一件事情是，这个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本身的地址，他有可能是诈骗集团他的创造的假网站，让受害者去注册。那这个地址其实是诈骗集团提供给他的，他本身就不是受害者他自己的，那他就有可能会被标记成诈骗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透过受害者的过程简述，去看说这个钱包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本人在去注册的，或者说其实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给他的，还是这个钱包是透过诈骗集团在控制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诈骗过程简述来厘清这个钱包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好，那另外一个呢是交易资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交易资讯？追金流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追金流非常重要，需要的资讯就是这个，因为你会需要他什么时间提了多少钱的什么币，然后再来呢，对方的钱包地址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TXID。TXID 它在其他平台它有可能叫哈希值，也有可能叫 hash 值，这三个东西都是一样的。那简单来说，这个 TXID 就是每一笔交易的身份证，这一笔交易相对的就是这个 TXID。所以说，有些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在 JM 上面，明明受害者说他是378转了378U，可是你怎么找就只找到376，为什么？因为有手续费嘛，他可能扣掉手续费，然后 JM 上面只显示376。那我们怎么确定说，那他到底是不是这一笔转出去？他时间对啊，可是金额不对啊。虽然也是对方的钱包地址，但有没有可能是别笔资讯？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核对 TXID， 去确认说确实是这一笔。所以 TXID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好，那我们收集到这些资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追金流了。那在追金流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去判断诈骗的样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他这个受害者他是从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去认识到这位网友。那这个网友就跟很多诈骗手法一样，他就是照三餐关心你、问候你，然后日久生情啊，就觉得开始谈恋爱了。结果后来他就突然提议说，他有一个赚钱的管道，然后是自己的亲友带他玩的，而且也给受害者看他的盈利的状况。然后说他因为这样赚了很多钱，又买车又买房，然后想要介绍给受害者也玩玩看。那因为出自于这么长久以来的聊天谈心，他本身就建立了一定的信任感嘛，所以受害者就想说，那他投一点钱进去看看。结果嘞，他真的有赚钱嘞，而且他钱又领得出来，所以他就会更相信他，也更相信这个投资的标的真的会赚钱。然后又投了更多的钱进去，甚至去贷款，然后解掉其他的投资标的，为的就是把钱投进去这个诈骗提供给他的这个投资的项目里面。就一直到最后，他想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客服就跟他说，他因为解了太多合约，然后信用分数不及格，又要补税金，要补差额，补汇率，结果补来补去，怎么补都补不完。甚至诈骗集团还叫他去贷款借钱，叫他尽可能的把这笔钱领出来。结果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受害者被骗到完全没钱了，
然后诈骗集团就不理他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还钱，因为还不出来了，最后他才发现他真的受骗。好，那我们有了这个过程简述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还要提供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他的交易记录嘛。那这边呢，我们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都有时间，然后币别、金额、对方的我的地址，就是受害者的地址跟对方的地址，还有 TXID。好，那我们来确认一下，这里呢总共有5笔资料，1、2、3、4、5笔交易记录。好，那首先我们再来确认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有些时候受害者他可能不止一个钱包地址，他可能从币托汇，可能从 Max 汇，他可能分了好多个地址把钱汇到诈骗集团那边去，所以我们要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受害者的地址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好几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受害者的地址呢是这个 TDH， 然后 Q3K 这个，好，第2笔也是 Q3K， 第3笔、第4笔、第5笔都是 Q3K。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受害者的地址，钱包地址只有一个，我们就把它复制下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切到我们的这个 JM 上面，好，点这个启动 JM。点进去之后呢，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功能叫做多地址研判。点下去，这边有个新增地址嘛，我们把它贴上，贴上之后按确定。好，确定，然后再来看诈骗集团的地址，我们来确认一下有几个。好，第一个是这个 HT2，然后第2个是 CF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1笔跟第2笔就不一样了。好，再来也是 CF2，所以诈骗集团总共提供了2个地址。好，受害者总共汇了2个地址给诈骗集团。好，我们就一样把它复制下来。这个我们从前面开始复制这个 HT2，复制，然后一样贴过来，按确定，然后再回去复制另外一个地址，然后贴上按确定。那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如果说今天地址是真的有这个地址的话，它会是这样子，显示灰色的。但是如果说今天地址有错误，可能少了一个数字，那它就会变这个红色的，然后跟你说请输入正确地址，那你们就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打错地址。好，那这个系统呢，它本身就会去帮你去侦测说这些地址是属于什么链种，它会自动帮你选好。那币种的话，我们要自己选。受害者他汇的钱全部都是 USDT 嘛，所以我们这里要选择 USDT。时间范围我们要看一下，从第1笔到最后一笔的时间是2024 11月5号到11月23，所以我们这里时间范围也要选一下2024 11月5号到2024 11月23。好，那这边的话，我个人习惯我会选双向，我会直接去看它的流入跟流出。那大家可以依习惯去选流出，只看流出，或是选双向啊。我自己个人是习惯双向。好，那我们选好之后就选搜寻。好，搜寻之后，我们先把它缩小一点。那这边呢，我自己个人会习惯先把中间所有的金流都先删除。为什么我会先删除这些金流？因为这些金流是系统自动帮我拉出来的，但是系统会拉出来是有相关联的金流，但不一定是我这一个案件所需要的，所以我会先把它全部删除，然后我自己再去把它拉出来，就把它删掉。这个都有删除可以选，删除，全部删除完。然后再做一件事情，这个储存去把它点一下，这个自动储存先把它打开，让它自己储存。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新增任务，像我们这个就是作业，讲义范例。确认，它这是资料夹意思，命名。好，我们去把它先储存下来，自动储存要记得打开，才不会说它5分钟帮你登出，然后你还没储存，这样就尴尬了，好吗？好，再来第2件事情，大家会看到这个是不是蓝色，然后有一个白色星星，会有这个的话，会有这个图示，是因为我们刚在多地址研判那边已经输入地址，所以它会显示成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我们先把它标记一下，避免我们自己搞混，把诈骗的钱包搞成受害者的钱包。所以我们要回去确认一下。我们看一下受害者的钱包是这个 Q3K 嘛？好，那我们就回来这个 JM 上面，这个 Q3K 下面这里有地址嘛？我们去把它点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标注，把它编辑标注，把它打一下受害者钱包，然后按确认。好，所以剩下2个就是诈骗集团的钱包，你也可以直接在它的这个图示上面点右键，下面有一个标注，把它打上诈骗钱包或诈团钱包都可以，因为它有2个，所以我会习惯帮它标个数字1跟2。好，弄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调整好。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开始追金流。好，我们先看哦，第一笔是11月5号的1.23，然后是18181，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受害者钱包转钱出去，所以我们点这个。然后呢，这边可以做调整，它可以显示固定在右侧或左侧或浮动视窗。我自己习惯是在左侧，所以我把它移过来，可以拉大。那我们一开始在追钱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这个交易明细。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哦，追钱看交易明细，追人看交易对象。OK， 追钱看交易明细，追人看交易对象。好，所以我们点到这个交易明细这边，然后呢，这里交易时间可以选择由近到远或远到近。那我习惯是从远到近，先从远的开始看，因为它是11月5号开始嘛。然后呢，好18181，我们刚刚看到这个18181的数字。好，那首先我们要对的是时间、金额跟 hash 值有没有一样？那这个是1.23，11月5号1.23，18181，好，确认一下1.23，18181。那同时你们也可以去核对一个东西叫 hash 值，hash 值是这个 TXID， 它这里是5FC3。我们回来确认一下，这是5FC3，这里有一个交易 hash 值，指标移到这里，确认一下5FC3，好，都是这一笔没错，好，所以我们就把它眼睛点开。OK， 所以它就会跑出这个金流，从这个受害者钱包流到这个诈骗钱包1。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第二条，第2笔钱，它换了地址哦，是 CF2 这个地址，然后时间是11月14 10:32，然后金额是22522。OK， 所以我们就点回来11月14的22522流出。提醒一下，这个红色箭头往右边是流出，就是从这个钱包流出去。那如果是流入的话，会是绿色，会是从其他钱包流进来这个钱包。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钱包点开来看。而且因为我们刚刚有标记的关系，所以它会这个地址它会直接标记成诈骗钱包2。OK， 所以这个是22522。然后下一笔10月20 16517。好，那这边16517对不对？对，看一下，是这个流出哦，这里16517 hash 值确认一下是 A08， 没错，所以是这一笔16517的这一笔，一样点开，下一笔也是11月22 5970。225970，点开，最后一笔23号的10623，23号10623，这样转出。好，那我们现在5笔都追完，对不对？5笔都追完了。好，那我们继续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先把受害者转出去的钱都追到了，那我们接下来看。刚刚第一笔转出的这个18181，它从受害者钱包流入到诈骗钱包之后，这个诈骗钱包把这个18181转去哪里？我们就点这个诈骗钱包，一样点交易明细。好，我们先从它的交易明细看，我们追不追得到这个18181？一样时间的地方调整一下。好，来看这里受害者
11月5号1.23转进来的18181有没有流入？从受害者钱包流入过来，这一笔18181在这里。然后呢，下一笔过了几分钟，1分钟、1-2分钟之后，18181又转出去哪里？我们把它点开来看，转出去这个投资诈欺这个地方。好，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它这一笔转出去18181，它后面的余额是不是归零？代表说，18181转出去之后，他钱包里面没有钱了，那受害者的钱一定在这一笔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余额是0。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JM 呢，它会自动帮我们连线说，这个钱包跟这个钱包有关联，它会自动把金流拉出来，那我会把它关掉。为什么？因为这里有26笔嘛，但它有可能不是受害者的这4笔，而且太多东西了。它不一定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会先把它关掉。那我们自己去把它拉出来。好，这一笔18181追到，对不对？我们继续从这个钱包往后看，这个18181去哪里？这个时候金流还非常明确，还追得到钱，所以我们会继续点交易明细。然后时间的话，一样调整一下，它都还是在11月5号把钱转出的。那你们来看一下，好，这里11月5号1.24，这个18181从诈骗钱包1流入到从诈骗钱包1流入到这里之后，下一笔它又有这个2805转进来，然后呢4万转出去，钱包还有14000多的余额，又有83000多转进来，然后又有8万转出去，1万转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举的例子，资金混血的例子？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我们目前还追得出来说受害者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吗？对，我们先判断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是不是不确定钱到底在哪一笔流出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钱包，我们会把它加上一个标记，叫做资金混洗。我们可以说它是资金混洗钱包，把它标记出来。所以从这个钱包之后，我们要开始改追人。然后这边也可以顺便提醒一下，有些人可能会犯的错误，他会觉得说，好，今天18181进来，然后呢，他转了4万进去，所以他会觉得18181一定在这里，然后他就会把这个点开，然后继续一路往下追。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是不是代表说，这个18181有可能其实还在这个余额里面，只是它可能有4000多块转出去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18181是不是全部都在这里，只是虽然说它数量很大，对吧？但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时候就是资金混洗，而不是说它的余额，它的转出的金额大于18181，就代表钱都在这里，这个大家厘清一下 ，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资金混洗钱包，对不对？这个时候混洗了，我们要改追人。改追人的话，记得吧？交易明细是追钱，交易对象追人，所以我们要改成交易对象。开始看。好，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主要交易对象有谁。那这边我会建议大家去把它的时间范围去关掉。为什么要关掉呢？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是看这个钱包它在运作的时间内，最主要的交易往来对象有谁。OK， 那我们就去看流出的对象，可以看到，这里400多万，然后是一个不知名的地址，它没有任何的交易标签。然后呢，再来，我可以看到过程中其实有这种诈欺投资的流入进来，然后包含这个，它转钱出去给另外一个投资诈欺的标签的钱包。好，那这个呢，我们大概往后资金混洗，大概往后追个1-2层就够了。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先追个1层，大家可以资金混洗钱包可以往后追个1-2层。好，所以代表说我们这个18181上面这一条到这边上面这一条就已经结束了。好，那我们就改看下面这个4笔，我们来看一下这4笔的时间分别是14号、20、22跟23，对不对？我们就要以这个入金的时间、转入的时间一笔一笔去看。
好，一样，下面这笔钱它还没有资金混洗哦，所以我们要改，我们一样是追钱，从追钱开始，点交易明细，时间的地方调整一下。好，这边时间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设定是11月5号开始嘛，可是呢，它这个钱包是从14号才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点时间出来，它会从14号开始。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14号22522从受害者钱包流入嘛。然后呢，下一笔它22522就全部转出去，余额归零，那我们就把它点过来，点开，发现它也是进资金混洗钱包。然后呢，再下一笔，这个1177是我们需要的吗？不是吧，对不对？这1177，你看我们下一笔就到哪里去了？是这个20号的16517，所以代表说这1177并不是受害者他的钱，那我们就不会去把这一笔点开。我们的金流不需要呈现其他不相关的资金的金流进来，所以我们这个就不会需要去点开它。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下一笔是11月20号的这个16517。那这里呢，有一个东西你们可以去做调整。这边101条嘛，右边这里有一个，它一页要呈现几笔，你可以去选。然后再来，你也可以不调，然后去调这个时间。我们刚刚看到下一笔是11月20，对不对？我们的起点就把它改成11月20，点搜寻，它的交易笔数就会变少。然后呢，11月20，16517在这里。然后呢，又转了一个0.024进来。好，在下一笔看到16517加这个0.02一起转出去了，又是到这个资金混洗钱包，又是流出了。我们要把眼睛点开。好，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虽然说这个16517.02一笔转出去，但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0.024这一笔点开，不需要，因为它不是受害者的金流，所以我们就不会去把它点开，只需要点开这个转出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这里把笔数调高。好，下一笔应该是22号转进来5970，这里又有一个0.045389，这个我们都不用点开，我们只要点开这个一笔转出然后归零的这个转出的点开，然后再下一个应该是23号了，23号10623，确认一下10623，好转入然后转出。点开，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它的4笔钱全部都进到了这个资金混洗钱包所以其实它这里已经资金混洗了。那资金混洗之后，我们刚刚已经找过它后面的主要交易对象了嘛？那我们等于是说，我们这整个金流图就已经结束了，最主要的金流图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讲义的部分。好，这个我还是手动把它储存一下。OK， 回到讲义的部分，金流我们已经做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判别它是不是诈骗样态。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诈骗样态叫做黑名单钱包。什么是黑名单钱包？就是它标记成诈欺，或是官方冻结，或者是它直接显示黑名单。为什么说这个是诈骗样态呢？因为它只要被标记是诈骗或是黑名单，就表示它已经被通报过，然后就非常明显，它就是属于诈骗行为嘛，它就是诈骗样态。那我们就回到金流图来看一下，这里是有标记成投资诈欺，这里也有，这里也有，所以它这一个金流呢是有这个黑名单钱包的，是有黑名单钱包的。那我们只要看到黑名单钱包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觉的判断这一笔投资的项目是有问题的，它是有诈骗样态的。那我们就可以及时阻止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来询问的受害者，马上阻止他不要再投入第2笔、第3笔的钱进去，或者是说，你今天你一开始有这个钱包，你发现它的金流长这个样子，你连第1笔都不会投入，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马上透过追金流去判断这样子的事情。好，那再来，有些时候并不会说你一追金流就发现它有黑名单钱包，不一定啊，因为有些诈骗它可能还很新，还没有人去报警，或者是它隐藏的很好，没有人发现它是诈骗，所以没有人去报警，然后它也没有被通报，所以说它就可能不会有这些标记，不会有黑名单的标记。那我们就要透过其他的样态去判断说它是不是可能为诈骗。
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我们来看一下哦，它有没有48小时内将资产转出？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18181，我们直接从这个诈骗钱包来看，一样点它的交易明细，然后时间确认一下，它第一笔转入从受害者钱包转进来18181，对不对？然后下一笔直接转出，它中间隔了多久？23分转入，然后24分57秒的时候转出，它隔不到2分钟，它就把钱转出了，所以它代表它有没有48小时内就把钱转出？有嘛？好，所以这边我们就要给它一个连线，我们可以去标注一下，点这个诈骗钱包的右键，然后连线，去连到这个资金混洗钱包，点一下，然后呢，点一个48小时内转出，并且余额归零。这个余额归零非常重要，代表受害者的金流都在这里。然后这边呢，这个圆圈圈它可以去调整。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笔，我们一样从诈骗钱包2来看，交易明细点下去，时间也调整一下。好，看到这个22522，10点32进来，11点21进去，48小时内。然后呢，下一笔直接把它调成100笔，下一笔20号，20号这里16517 5点10分进来，转出5点55，出去也是48小时内。好，再来225970，22号的6点55进来，然后呢8点46出去，也是48小时内。最后一笔23，7月23 9点34进来，9点42出去，也是48小时内出去，所以我们一样给它一个标记，48小时内转出，且余额归零。好，一样都把它标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流呢，其实它都是有在48小时内转出，而且余额归零的，它是有符合我们的第二个诈骗样态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说48小时内将资产转出，它是属于诈骗样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正常投资的样态，它不会在48小时内就转出。来问一下你们各位，问一下你们自己就好了。你们今天把钱转进来你的钱包，你从币托从 Max 转到你的交易所，转到 Bybit 转到币安好了，你会马上48小时内就又把钱转出去吗？其实根本不可能啊！会转去哪里？有可能，但很少很少吧。对对对，是你会从币托入金进去，对不对？换成 U， 然后把它转到 Bybit， 然后呢，你在 Bybit， 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在48小时内又把 Bybit 的钱转到其他交易所，对吧？对，但是你们看哦，你们看这个金流，它是受害者钱包转给这个人之后，这个人又马上把钱转走。好，那如果正常的投资的话，你转给他，他是不是可能会转去交易所，然后在里面做投资嘛？或者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投资的公司好了，你钱转给他，他就在他的公司做使用，他就不会把钱再转出去，对吧？正常的投资是这个样子，不会在48小时内拆了很多笔把钱转出去。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诈骗样态？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怕资金放在同一个钱包里面太久，然后呢，受害者发现他被骗了，他去报警，然后报警之后，他的钱包就被冻结，等于他的 U 就全部都被冻在里面，所以他们怕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就会把钱赶快转掉。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做转钱进去之后又转出，但是我们转出的一定是正常的交易所，我们不会去转到其他不知名的交易所，对吧？而且也很少很少会一直做48小时内就转出的事情。我们通常好进去 Bybit 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质押，开始做合约交易，甚至那个钱都领不出来，对不对？输光啦，你自己打合约打到输光，你钱真都没有领出来，怎么可能会一直转来转去？48小时内一直转来转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诈骗样态。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手续费来自于不知名的第三方钱包。我们来看一下手续费，为什么我们要查手续费呢？我们先从这个 JM 上面来看。好，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个点，手续费呢，通常我们会查的是第一层的诈骗钱包的手续费跟资金混洗的手续费，后面资金混洗后面的手续费，我们基本上就不太会去追了。我们最主要要查的是诈骗钱包这个第一层的手续费来源。那它的手续费来源怎么查？初始手续费怎么查？点这个诈骗钱包这里会有个初始手续费，图上定位可以点下去，它直接把你拉出来。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点这个诈骗钱包2，上面这里有一只手，对不对？好，这个初始手续费来源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跑出这个黑色虚线，然后这一个钱包就是提供它初始手续费的钱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初始手续费是来自于这个资金混洗后面我们找到了这个第二个主要出金的对象，是提供了这个诈骗钱包的手续费。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资金混洗的这个钱包，它的手续费也是图上定位给它点下去。好，可以发现这个钱包同时提供了这个钱包跟这个钱包的初始手续费，对不对？然后结果嘞，这个钱包的初始手续费又是他提供的，所以 JM 都会自动帮我们连出它的相关对象，然后不然谁的手续费提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初始手续费都有相关联，一个提供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又提供另外一个。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又提供这个，然后提供这个，然后这一个又提供这个跟这个，所以他们一整个就是一整个诈骗集团，一整个模式的运作。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说手续费来自于不知名第三方钱包会是诈骗样态？因为正常的情况下，交易所呢正常的情况下，你要去转账。他都会收一笔手续费嘛，那这笔手续费它会由发起者去支付，也就是说，好，今天我要转钱转给谁？转给新中，好吧？我转钱转给新中，然后我是不是要付 U？ 我要付手续费嘛？那如果我们透过交易所的话，我们是会被扣 U， 就是可能我付100 U， 我要转100 U 给新中，然后他可能会扣个我1.6 U 或2 U 之类的。然后新中就会收到可能98块，对吧？那这个 U 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手续费，只是说区块链上它的运作是这样。今天如果我们转 USDT， 我们用创链去转好了，它的手续费支付的代币叫做 TRX， 叫 TRX。但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很少会去买 TRX 去支付手续费嘛。如果我们直接从交易所转，我们就是直接转 U。那因为它要付 TRX， 所以交易所它会先帮你代垫这个 TRX 的手续费，然后呢，从你的钱里面去扣掉等值的 U。好，所以在这个区块链上面，我们看到金流会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今天你转钱出去，然后交易所会先帮你付手续费。好，如果这个是我的，然后这个是交易所的钱包。那就是你转钱出去，然后交易所会付手续费给你，会把钱转给你，然后呢，交易所会从你的账上 U 的账上扣掉手续费等值的 USDT。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可能用其他的不用 KYC 的钱包好了，你自己身上一定会有 TRX， 因为你既然知道你要转账，你一定会理解到说你需要有 TRX 你才能转啊。所以本身你就会有 TRX， 不会由另外一个钱包在你要转账的时候再提供手续费给你，对吧？那为什么说其他不知名的第三方钱包支付手续费就是一件诈骗的样态呢？因为除非你是用人头账户嘛，如果你是人头账户的话，你里面正常来说你是不会有钱，你不会有 TRX 的，因为为什么？你如果放太多 TRX 在里面，你怕被冻结啊。然后你放太多 U 里面，放太多 U 在里面，你怕被报警，然后怕被冻结，那你的钱就损失嘛。如果你是诈骗集团的话，所以通常他们会去用其他的钱包转 TRX
给诈骗集团的另外一个钱包，让他去转账。所以他的钱包里面，他收那个诈骗赃款的钱包里面就不会有 TRX， 而是要由其他的钱包去帮他付。OK， 好，那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支付手续费的，是不是都已经有诈欺投资的样态了，对吧？那我们还会再找一个，我们最前面的地方是不是有提到一个？这里追人的时候，资金混洗我们会追初始手续费嘛，还有多次初始手续费跟这些手续费的主要来源跟交易对象，这个怎么查呢？我们来看看。好，一样哦，我们都会去查这个他的初始手续费是他嘛，好，我们就去查他，然后呢，再往后看个2-3层，手续费通常我们会往后看个2-3层，看有没有可以调证的对象，然后发现他往后一层还是诈欺，然后再往后一层，还是诈欺，所以他这边就是已经有非常多黑名单钱包了，对吧？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诈骗钱包哦，它的初始手续费他，然后它的初始手续费是他哦，所以它的这个后面2层初始手续费就在这边。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初始手续费哦，是他没有问题哦，所以其实他们这边全部相关联的初始手续费，最后还是来自于这个。好，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怎么追这些手续费的主要来源跟交易对象。主要来源怎么看呢？好，我们直接从这个最主要关联的，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做标记一下。右键点下去，角色设定，主要关联，去把它点一下。我们直接追这个，因为它是最主要的关联。好，我们点它，点它的时候，我们一样，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追手续费，所以我们要看说提供这个钱包最多手续费的来源是谁，所以我们要把这边选成 TRX， 然后更多筛选，去把时间关掉，然后点搜寻。好，那这个是流入嘛，我们是要看谁给他最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流入点开，流出我们就不看。好，也发现是这个钱包，它的初始手续费对象提供最多 TRX 给他，那它的交易对象呢？交易对象我们会看 USDT， 好，所以我们这边要改成 USDT， 时间也把它关掉。然后这边呢，我们会改看流出，我们会改看流出。为什么不是看流入呢？因为流入的话，有可能是其他受害者转给他的嘛，有可能是其他受害者转给他，所以我们要看他把钱给了谁，这个才是我们主要观察的。结果我们发现，他的转出最多的竟然是这个地下钱，已经被标记成地下钱庄汇旺担保的这个钱包。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讲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好，所以这里呢，我们手续费的部分，它的主要交易对象跟主要手续费的来源，我们也都找完了。OK，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主要手续费的来源还是这个诈欺投资，主要的交易对象是这个地下钱庄。OK，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诈骗的样态。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及时去阻止，及时止损，就不会继续投入更多钱进去嘛。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4个有断点洗钱行为。什么叫断点洗钱行为？就是说诈骗集团它会利用很多个钱包去做断点。然后为什么要做断点？因为你断的越多，你分散的越散，追查就会越困难。那有可能每一个钱包都给你汇10U，然后呢500块他就汇一个钱包汇10U，他就汇了50个钱包，那变成你50个钱包你都要去查。是不是追查会变得非常困难 ？OK， 我们从我们回来这个 JM 上面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做资金断点的行为。我们可以看，这个转出去之后，它是一笔转出嘛。然后呢，我们从它的交易明细，从这个资金混血的钱包来看交易明细，时间调整一下，看它11月5号转进来之后有没有18181，就后续又有转入转出。然后又转入、转出、转出、转入，它分了非常多的钱包转出去，有吗？这个 TR6，然后呢这个 TJY， 然后 TDE， 转了非常多的钱包出去，然后钱也都没有归零，TJY， 然后 TDE， 它分了几个钱包转出去，对不对？这个就叫断点洗钱行为。然后这个呢就是诈骗的其中一个样态。那
这个其实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钱包，我们自己转账的模式来看就知道，很难很难，真的非常难有这样子的行为出现。你很少会一个钱包啊，你币托很少会转来转去，转到4、5个钱包里面去，基本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动作的，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我们自己在转钱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把钱转错地址嘛，转错链啊，填错地址啊。那正常状况下，我们既然那么害怕，我们根本就是一笔就直接转完，才不会说我分10块10块啊，分个整数，然后转到各个不同的钱包里面去，这个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诈骗样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样态。最后一个样态呢，叫做使用高风险钱包。什么是使用高风险钱包呢？就是不需要 KYC 的钱包。什么叫不需要 KYC 的钱包？像这个 M Token、比特币、Trust Wallet、OneBit， 这些都是不需要 KYC 的钱包。不需要 KYC 的钱包为什么叫高风险？因为它的注册非常非常的简单。不确定你们有没有注册过类似这种钱包，但是我自己有尝试注册一下，我发现它只要输入信箱就好。它也不用密码，也不用任何手机电话号码，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信箱填进去，然后按注册，你就获得了一个钱包了，然后他就给你助记词，就这样就结束了。所以诈骗集团就会非常喜欢用这种钱包，因为他要找人头非常的容易，他只要有信箱他就可以办，对吧？然后他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随随便便不用1分钟他就创好一个钱包。它可以非常非常的免洗，用完就丢掉，用完就丢掉，所以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些钱包来收赃款。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高风险钱包叫做汇旺。为什么汇旺会叫高风险钱包呢？因为汇旺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是让诈骗集团去洗钱，它是在收诈骗集团的黑钱，骗来的黑钱，然后把它洗成干净的，透过金流的方式洗成干净的，然后再转给诈骗集团。所以正常状况下，你把钱出到汇旺是领不出来的，所以正常人根本就不会把钱给汇旺，因为你钱领不出来啊，对不对？那什么时候领得出来呢？你是诈骗集团的时候，你是诈骗集团同伙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把钱给汇旺，然后汇旺还把钱出给你嘛，对吧？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说钱有进汇旺，那它就一定是诈骗，就是有诈骗样态。那有些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收到汇旺过来的钱，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常状况下钱是不会进汇旺的 ，OK？ 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汇旺，就是有这个地下钱庄汇旺担保它透过诈骗集团透过这个钱包去做出金的动作，把他的钱出掉了。好，那我们在看到汇旺之后，我们后面也可以不用再往下找，因为等于是他把钱洗掉了。OK， 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以上5个样态，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其实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诈骗行为，就是诈骗样态。那我们只要看到这些诈骗样态之后，只要有一个，我们就可以马上及时的止损，不要再继续投入更多的钱。OK， 那帮大家复习一下。有哪几个样态？5个样态。第一个，黑名单钱包标记成诈欺或者是官方冻结，然后再来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有48小时内转出资产，然后余额归零的都是诈骗。再来手续费来自于第三方的钱包。再来第4个，有断点洗钱行为。第5个，使用高风险钱包，有什么汇旺担保啊、比特币啊、M Token、Trust Wallet、OneBit 这些不需要 KYC 的钱包都是高风险钱包。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金流目前是没有，它是没有出金到这种其他不需要 KYC 的钱包里面，但你们的作业里面可能会有。然后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受害者提供的金流去看金流图，去追金流，而不是说自己看图说故事。我们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说这个金流就一定是诈骗，所以我开始来找非常多的证据来证明它一定是诈骗。OK， 我们一定要根据金流去追查，而不是说
今天我觉得他是诈骗，所以我就开始疯狂找他有没有汇望，他有没有第三方支付手续费，他有没有 M Token，我一定要全部找到。不是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自己看图说故事。单纯 A B C 不算断点，其实单纯 A B C 也算断点，单纯的 A B C 就已经算断点了。单纯的 A B C 也算断点，而且其实这个呢，好，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好了。像这个钱包，它其实我们根据看一下它的这个话术，受骗过程的简述，他有发现说有一个是他是跟他说他有赚钱的管道嘛，然后呢他是面交币商跟币商面交，所以有一个可能是这个钱包其实也不是受害者自己办的，也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提供的假平台的钱包。所以他光是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他其实就已经做过断点了，然后这里再做这里，就是他等于是已经做过断点的洗钱行为了。那什么叫不是断点呢？可能是 A 到 B 哦，我开一个正常的给你们看，但是看一下哦，我不确定会不会开到。这个很辛苦，还要算数。呃，哪里？好像不在这里。好，没关系。正常的金流样态，我找一下。我们等一下下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下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OK，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课程的部分，就是正常的金流样态，它会是好币托，然后呢到 Bybit 到热钱包。热钱包是什么？就是 Bybit 热钱包，就是 Bybit 的交易所金库。正常的金流通常会是这样，然后它的手续费来源是什么？会是Bybit 热钱币托热钱包啊，Bybit 热钱包这样。就它的手续费也会是来自于热钱包，然后呢，它的金流会非常单纯，就只有一条，然后可能用 Bybit，然后再回到就是 Bybit 热钱包，再回到币托这样，就是它只会有几个钱包在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查查看自己的钱包，去查查看自己的钱包，我都会发现，你们的金流其实非常非常单纯，几个钱包在跑而已。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去。最后一个第4个部分，如何去生成报告书。好，那我们这些生成报告书的用意是什么？首先呢，今天如果有受害者，然后来找你求助，他们需要去报警嘛？可是正常状况下，很多时候你如果单纯是报警的话，警察会跟你说，你需要有金流图，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追。那你要有提供金流图，然后证明说你真的被诈骗了，这个金流样态非常可疑，你真的被诈骗了，然后警察才愿意帮你受理。不然很多时候其实警察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帮你追的，有可能他们也不太懂，所以我们就需要做成报告书，一份正式的报告书，让受害者去报警。再来另外一个状况是，有些时候像我就遇到过，有个受害者的家人他来求助。然后说，因为他的家人不相信他自己被骗了，还不相信他自己被骗。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出报告书给他。那因为报告书上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东西出现，就是会有金流图以及一些样态的分析，会出给受害者。那我们那时候就出了一份受害者的一份金流报告书给那位受害者的家人，他就把他这一份报告书给他的家人看，那也让他家人真的信服说，他真的受骗了，也没有再继续往下投入更多的钱进去，因为
那个甚至是后面诈骗集团是要求说，哦，他要再多付个几百万进去，他才可以把钱领出来。但那个都是话术嘛，你就算投个几千万进去，你钱还是领不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受害者他就是没有看到东西，他不肯相信，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制作报告书的方式，除了说让他去报警，也可以让人去相信说，哦，真的是受骗了，让他去认清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做报告书的用意有非常多种，除了报警之外，还可以让受害者自己本身也可以理解这个东西。OK，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制作报告书，我们需要收集哪一些东西。第一个呢是受害人的姓名，然后案件类型、诈骗过程简述、受骗时间范围、跟链上转账记录，还有截图，跟已投入的金额，还有对方用各种话术要你再投多少钱进去。好，那这个第7点呢，这个以各种话术要你再投入多少钱进去，是要填那个金额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他用各种话术，然后只填了话术，然后呢，你要去确认说他到底是还要再补多少钱进去。像我们前面那张图显示的一样嘛，对方是叫他说，哦，你要再投入100万，才可以拿到更高收益的投资标的。好，那这里我们就会填100。然后很多作业我发现也是把话术贴上去而已。好，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填多少金额，还有已投入多少金额，我们要填数字。好，那我们收集到这些资讯之后呢，我们需要填到一个东西，叫做加密货币诈骗案件调查报告表单里面。那这一份报告表单呢，我们称作 A1， 它会长什么样子？看一下这里。好，那这里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给你们的，或是你们收集到的，去把它填入。哦，它的名字、案件类型、诈骗过程简述，就是直接复制贴上。受骗时间范围就是它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结束的时间。链上转账记录跟截图的话，如果说它有提供截图，那就是贴截图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把这些贴上去，这些交易记录的时间贴上去，哦，去附上这个，然后再来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的话，我们会看的就是依照我们的金流图去做填入，看它有没有什么黑名单钱包，手续费来源是第三方还是合法交易所，然后呢是48小时内又转出，有没有用高风险钱包，这些去把它填入。金流摘要我们这边等一下讲，然后呢它的可疑金流样态有没有，然后呢其他的补充叙述有什么补充叙述，好像这个资金已经混洗，没有办法追查了，对不对？那我就直接填说它已经混洗，但没有办法追查。那如果说有看到说有可以调证的交易所，我们就会把这个交易所填上去，写货币，然后钱包地址是什么，我们把它丢上去，然后说可以追查或是建议追查。好，第5点就是投入的金额，跟如果没有及时阻止，或者是说对方要求你再投入多少钱，我们要把它填入。OK， 好，这个是表单 A1 的部分。那填完之后，我们要把它汇出成 PDF 档。A1 填完之后，原本是 Word 档嘛，那我们要把它转成 PDF 档。好，再来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制作的是 A2。我们总共会有3个表单，我们总共会有3个档案 ：A0、A1、A2。第2个是 A2。那这里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去把金流图导出，怎么导出呢？来这边。这里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导出，点下去，然后按确认，它就会导出，对不对？这个呢，这个金流图就是我们要导出的。然后再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去把它打开一下。等下呢，这边，等我一下。好，这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去把它可能你可以用小画家编辑，或者是用其他编辑软体，把它点进去。好，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哦，我们要去帮它标记出它有哪一些是诈骗样态，我们要把它标记出来。我们就利用这些小工具去把它标记一下，像这个48小时内转出，48小时内转出，那我们就要把它打上去。
打文字。48小时内转出，手续费来自于第三方不知名钱包。刚拉好了，我们拉这个。手续费来自于第三方钱包。好，然后最后一个，这是黑名单钱包跟高风险钱包。把它标记起来，然后包含这些也都是，其他这些也都是。然后这个一样去把它框起来，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去把它标记起来，看得懂就好。把它连线一下。这是黑名单钱包。丢这里好了，丢这里。哦，这样，就把它标记出来，然后呢，另存新档。另存新档之后，我们就把它丢去刚刚那个这个里面，把它丢上去。OK， 这个记得要把它补上。好，然后再来，我们这个金流图还会有另外一个作用，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先看 A2 需要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导出 hash 值。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里是有一笔钱，受害者钱包转到诈骗钱包1嘛，然后中间这个金流我们给它点下去，这里有一个导出，把它点导出，然后确认去下载下来。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也要导出，这个4笔点下去，也是导出。好，那我们要导出到哪个步骤，哪一个钱包呢？导到资金混洗钱包，导到资金混洗钱包。所以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资金混洗钱包怎么办？你就是每一条都要去做导出，所以这一条也要。那有些时候你们会发现，JM 显示了非常多我不需要的，对，非常多我不需要的嘛。那好，它只有一条，那我们就去把它筛选一下，我们去打个金额180，上下金额加减2左右就可以了。就用金额去做筛选，然后你就会找到这个18181，然后再去做导出。那有些时候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条，这里有4笔，而且每一个金额都不一样，但是它 JM 还是显示了非常多给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一条一条去把它挑出来，像这个一个呢，我看一下，好，这22522对不对？我们去 hash 值这边点下去，点下去之后，来这里有个导出，点这个导出。好，那如果说你是透过 hash 值来做导出的话，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这个 TRS 它会一起导出，你要把它删除。TRS 这一行要把它删除。好，这样子你去喂 GPT 的话，它才不会坏掉。啊，删除之后点储存 ，OK。好，那下一步我们要去如何把它汇整成一个资料？我们这边呢，作业的部分，如果你有加进来这个 Classroom 里面，我们这边有提供训练的文本跟训练的档案。那好，这边可以看到钱包加一明细汇整就是我们的 hash 值的部分。我们会需要先丢这个训练的文本给他，然后就是你要丢这个训练的文本在这里。这个 GPA 交易明细汇整训练跟这个钱包交易明细一起丢给他，他会记录完，记录完之后，
你再把刚下载的那一些，下载的这些档案，全部一次丢给 GPT， 它就会帮你整理好，会整理好变成类似这个样子，然后它帮你整理出来变成这个样子 ，OK。好，那整理好之后 ，GPT 绘出之后呢，它会，我找一下，我的东西不见了。桌面，好，这里用完之后它会长这个样子，它会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里要做一件事情，空一格，然后把我们刚刚画的那个图，我们小画家画这个图丢上去，把它储存一下。这个图把它丢上去，然后最后下面呢还要补上一个东西，叫做诈骗样态分析。那这个诈骗样态分析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好，我们一样会有文本，会有显示1、2、3、4、5个，然后是什么样的东西，会教 GPT 怎么描述，这个全部都在文本里面。好，这个丢给他之后，GPT 就会先记录。那你们要记得要开另外一个聊天视窗，不要跟刚刚交易明细汇整的混在一起。每一个制作的东西都要分开来，都要分开，新开一个视窗。好，那你这个丢给他之后，他会记录说你要的范例跟样态长什么样，对不对？那你就把刚刚那张制作好的图丢上去，然后它的样态的数字，好像它这个有黑名单钱包，有使用高风险钱包，然后呢还有手续费来自第三方钱包，好，把这3个数字打上去，它就会出成样态给你，那你再把它复制下来丢上去，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记得 Word 档之后都要把它变成 PDF 档，然后就会长这个样子。上面有一个图，然后交易明细这个钱包交易明细汇总或汇整，然后接下来诈骗要来分析，把复制贴上来，然后这个就是一份完整的 A2。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A0，A0 的话呢，我们一样有文本，有训练的文本，全部都有。好 ，A0 叫做报告摘要，会是要这个报告摘要训练加我们的这个范例的1跟2，A1跟A2丢上去，先训练好。这里也要新开一个新的聊天室，训练好之后呢，它会先训练出来，然后你再把你的刚制作的那一份 A1跟A2丢上去给它，让它产生出 A0。好，最后，现在我们有3份报告嘛 ，A0、A1、A2，对不对？3份报告了，那我们就要开这个合并 PDF 的这个网站。作业的部分我们都有提供这个网站给你们。点下去之后呢，把 A0、A1、A2丢上去，让它统整起来，合并起来，这样子就是一份完整的报告书。好，那目前制作报告书的部分有问题吗？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之前初阶作业2的部分。初阶作业2被登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初阶作业2。初阶作业2应该比初阶作业1再复杂一点点。等我喝个水。
们来看一下受骗过程简述，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直接着重在金流的部分。好像不行，要录影。好，我要录影，所以不行。好，我们各位来看一下这一份案例。这份案例的话呢，他是说这位受害者一开始遇到这位网友呢是在 IG 上认识的，然后也是一样跟他长时间的聊天，让受害者卸下心防，然后又换 LINE 继续聊。结果有一阵子呢，受害者心情不是很好，然后这个诈骗方呢就透过 LINE 跟他聊天，陪伴他嘛，让他卸下心防，让这位受害者开始相信他。结果后来对方就跟他说要教他赚钱，让他下载交易所，而且还不要跟其他人讲，之后有赚到钱之后再分享也可以。所以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呢就提供了受害者这个 APP 叫做 BYBI， 然后还说因为其他 APP 要缴税，所以不提供他其他 APP 用，只能用这个 BYBI， 还有提供他的一个币商，叫这个币商，让他去换钱。那换钱之后，还要把钱转到 M Token， 然后呢，后来他当天晚上就赚钱了嘛，赚了3100，还教他怎么提币，而且这个币商，他一开始去换钱的币商还自己汇钱给他。那其实正常状况下，我们看到，一开始投入2万块的时候，你发现，很奇怪啊，为什么他要介绍币商给我，然后还要叫我把钱转到 M Token， 然后呢，币商后来还把钱提领给他3100，到头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奇怪了。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在这里有做警觉的话，有警觉的话，我们是后面就可以不用投入后面的35万，对吧？好，那你们就看哦，他接下来后来呢，因为他领到钱了，他又叫他去领35万，去把它存进去。而且他很奇怪的是，那时候对方还跟他约在全家啊，他原本受害者约在全家，结果对方还说不行，他要去其他死角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去跟他换钱。结果最后他赚了3万多块哦，才3万多块哦，还没有提领出来，而且也提领不出来。最后对方又叫他把钱，又叫他去领100万，因为对方跟他说，你户头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还有100万嘛，他就叫他把100万全部领出来。声音断断续续，真的假的？好，我先停止录影，先解决一下网络的问题。真的假的？现在嘞？喂，如果没有讲案例的时候，还是我下台再上台，下台再上台。好，好了，可以了。刚上不了台，他不让我上台。好了，可以了。刚上不了台，他不让我上台。那现在呢？现在没声音，现在没声音。有声音吗？没声音。嗯，
喂喂喂喂喂喂喂，真是的，画面。好，我确认一下 YT 的部分，声音还是断断续续，但是 YT 是不是正常的？YT 也是吗？还是只有 DC 啊？是 YT 应该是一直都有声音，然后只有 DC 才没声音。看来我觉得应该是 YT 是正常的，对吧？变成只能开 YT，然后